这个东西啊叫汉伪奴国王印啊，是福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对，是日本的福冈啊，它也是日本的1级国宝，上面写着呢。你看这么一个长宽2厘米多的东西，却单独用一个200多平以上的大展示，而且这个伪呢是个通假字啊，上古就是通倭啊，其实就是汉倭奴国王印啊。那个战败还表示说，这个《后汉书》的东夷传里面就写了说，东汉初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以寿，光武就光武帝啊。但是这个印本身啊，其实就是240年前当时福冈一老农种田的时候发现的，后来又被送到这个福冈的藩主黑田家啊，一会儿还提到他，最终保留至今。所以当年呢，就有不少日本学者表示，这没准就是日本人自己根据中国的史书伪造的，而且这玩意儿这么小，咋可能是个什么国王金印呢？没想1956年，在咱们中国云南石寨山就出土了一个大墓啊，里面也发现了一个汉代金印，下面写着滇王之印啊，就是汉代古滇国的印啊，也是特别小。到了1981年，扬州还出土了一个广陵王玺啊，也是这么小。我们这才意识到，原来汉代那个印玺啊，它就是很小的东西，它就是盖在那个竹简的那个封泥上的。所以传说里面薄薄的和氏璧说做成了一个传国玉玺，就也说得通了。那这么看来，当年日本人肯定是没见过咱们出土这些其他的汉国王印的，他不可能伪造出来和这些如出一辙的这个汉倭奴国王印，那基本就敲定它是个真品了。那按理说，日本人自己的史书《古世纪》里面可完全没这件事儿啊，怎么能自降国格呢？他们可说自己的世界是2个大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给生出来的。后来呢，这个伊邪那美说生了个火神烧死了，然后后来这个男神伊邪那岐就到了柱子日向地区啊，独自成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月亮男神月读和海神叫须佐之男。这个所谓的柱子日向地区，其实就是如今日本主岛里面最西边的九州岛啊，离大陆最近的上面的这个福冈县大分县。说这个伊邪那岐当时就安排他女儿天照大神说居住在高天原管理天下，但是这个弟弟须佐之男却很不服，据说还大闹了一番，导致这个天照大神躲在天岩户里面死活不出来了，导致说暗无天日。最后还是众神搞了一个叫8尺镜的一个铜镜和叫8尺琼勾玉的一个吊坠挂在这个天岩户前面，然后又让诸神跳舞祭祀那种神乐。这天照大神好奇一探头，哎，看到这个8尺镜照了个爽，然后就被拉出来反射，太阳又恢复了。他姐姐一出来，须佐之男就很惭愧，说就跑到了隔壁本州岛的出云国，说在这又斩杀了怪物8岐大蛇，并且在这个蛇尾巴里拿出了一个叫做草纳一之大刀，也叫草剃剑的一个宝刀啊。据说在此之后，天照大神的子孙就以大王的身份统治人间，后来他们还称之为天皇。那这个8尺镜、8尺琼勾玉和草剃剑就被称为3神器啊，说天皇必须得有这3个东西才能合法。然后他们这个国名呢叫亚麻头啊，可能是山旁边的意思，因为日语的山叫亚麻。后来呢，天皇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叫神武天皇，发动了东征，说他们从九州的柱子地区进入到了东部的本州岛奈良一带定都。这个国家呢也被称为叫 Hinomoto 啊，写作日本啊，就是太阳起源地的意思。你看他自己的整个历史里面并没有自己被人叫成倭奴，还是个臣服于汉的倭奴王国的事情。但好玩的事出现了，博物馆呢并没有怎么提这个神叨叨的古世纪，反而是非常积极的用这个金印来证实中国的记载那是非常准，而且他还从汉代这个倭奴国时代讲到了汉末三国的时候啊，说《三国志》里面还记载说，魏明帝曹睿听说倭奴国那边来使，说倭国有一个男主统治了70多年之后死了，然后发生了内乱，然后呢就有一个叫做卑弥呼的一个巫女，说擅长跳大绳能获众，最终成为了共主，建立一个叫做野马台国的国家。说这个卑弥呼平时藏在深宫里边，实际管事的呢却是一个男的。这魏明帝听很开心啊，毕竟你这个倭国承认我大魏作为汉朝之后的正统了嘛，就赐给这个卑弥呼叫亲卫倭王的一个印，然后又有金8两、5尺刀2口、铜镜100枚、千丹珍珠各50件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看这事儿弄的就和这个日本神话特别撞衫。你这个卑弥呼，它汉代的汉语拟音是个 Pimigo， 而这个古日语里面呢，太阳就读 P 啊，现在读 P， 这个巫女就读 Migo， 所以联系这个卑弥呼 Pimigo 就是太阳巫女的意思。而且我们还说卑弥呼一直和一个叫做狗奴国的首领叫狗骨治卑狗作战啊，这个古日语的国王就叫 Pigo 啊，写成燕这个字，现在放上音变成了体扣啊，基本可以确定啊，这个所谓的野马台国民族就是如今日本的前身了。那更神奇的是，当时曹魏赐给他们这些玩意儿里面，恰恰就有什么铜镜5尺刀，5尺刀就是汉代的还手刀，日本管叫大刀。而在福冈博物馆里面就有大量他们从倭奴那个时代之后，然后又出土大量的铜镜、汉大刀。天皇的3神器里面，除了他们本土喜欢那个可能是狼牙或者胚胎眼的那个勾玉镜剑，大概就是这些玩意儿中间之一。更神奇的是，按照我们记载的卑弥呼生活的魏明帝时期，日本也确实推算出现了一次日全食，和这个什么天岩户隐藏了阳光的传说也很吻合。而且我们的史书还记载说，这个卑弥呼死后叫大作种近100余步啊，说他埋在这个巨大的坟包里面。而你看博物馆，日本从九州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前面方后面圆的巨大的古坟啊，金包狗印坟，他们也称之为的古坟时代。而这个古坟时代就是被日本人认为是大和政权建立的开始，贵族可以建大坟了、大墓了。而大和在日语里面发音，它又恰恰就是亚麻头，和这个野马台更是十分的类似。至于为啥写成大和啊，不是因为被核弹轰过，是因为汉代的倭和和这俩的谐音都读作类似哇的音，所以日本一开始也是把自己写成倭的，而且到现在他有时候硬把这倭读成亚麻头。但是后来推行汉化的圣德太子搞了日本第一部宪法，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以和为贵啊，也不知道怎么和了，然后就开始自称为和，甚至还写成大和，但是还硬读成亚麻头这个音，这是他自己的词儿。这时候你能发现了，别看日语里面写了一堆汉字儿，但是这个语言是他自己的，但是因为他没有文字嘛，就强行写汉字儿，然后训读成他自己的发音。这就为什么他写的你能看懂，他说话你就听不太懂。当然，因为日本人自己文明起步太晚，很多高级概念他压根没有，所以也会直接把这个汉字和汉语的音一同借过来。这也有词为什么听着像某种方言。